我做了20年人人称赞的贤后，可皇上不爱我，亲儿子也更亲近，来路不明的易贵妃。直到那日，我去乾隆山祈福，半路遇到山洪石流，连人带车马坠入悬崖。我侥幸生还，从废墟里爬出来时，竟然生出一个荒诞的念头：既然从前的日子过得无一人在乎，不如趁现在死遁，重来一次。听说了吗？陈皇后出事了，陛下和太子正往乾隆山赶呢。哎呦，多半是假的。你看，陛下和太子并未着急，他们脸上还在笑。他摸玉佩，是念起了懿贵妃。我遵从世家教养数十年，恪守礼法，从前始终想不透，我究竟哪里比不上他。直到太子大婚那日，你们身为太子、太子妃，大婚当日，衣着这般怪异轻佻，成何体统？依母妃讲过，在她老家，男女成亲都穿白色，寓意洁白无瑕。母后满口陈俗死板的规矩，真是惹人生厌。好了，朕瞧着心急，先行跪拜仪式，莫要耽搁吉时。得知我遇险，他们依旧谈笑风生，他们从不在乎我，甚至巴不得我死去。为那位特立独行的贵妃腾出后位。既如此，这凉薄夫君、叛逆孩儿，我不要了。我这皇后罢工了。汴州，这里离京城1000里，想来他们父子俩应该都找不到。辛苦陆夫人一路舟车劳顿送我过来，都说了分文不收，我不过是回乡途中见你孤身一人，顺路送你一程罢了。以后你在汴州若有需要，去镖局找我便是。让开！官报！奉天承运，皇后陈氏不幸薨逝，即日起举国同哀。上个月还说失踪呢，怎么就……陈皇后在位20载，贤惠善良，天下人谁不知道？可惜好人没好报。我这就回去给皇后娘娘立个长生牌位，每日3炷香，尽尽咱老百姓的心意。原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有人这样记得我，可他们记得的是皇后，不是陈清离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买了间小铺面，连带着小宅院，又买了2个婢女。最后，我又找了一个老裁缝，开了一间裁缝铺。哎呀，姐姐，没想到这店真让你开起来了。还有，你让人送到镖局的衣服太好看了，我穿着英姿飒爽，就连我家那老匹夫看到都红了脸。小点声，来坐下说话。知道的说我送你谢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托儿呢。怕甚？好就是好嘛，我又不说假话。说真的，我打小习武，过去只觉得自己像个假小子，今日你这衣服一穿，又英俊又女气，我是真喜欢。我明日要去给我那同样彪悍的妹妹陆启说媒。你照我这身量，再做一身桃色衣裳。那男方叫谢望云，虽然丧妻育有一子，叫谢少，但家境奢华。若是婚事能成，到时我再替妹妹来谢你。好，多谢陆夫人捧场。夫人，这衣裳老朽能不做吗？定金都收了，还能不做？怎么？可是那陆琪很难伺候。不是陆琪，是他要相看的夫家谢望云，已经看了几十户女子，无一有结果。这是为何？难道这谢望云十分丑陋？非也，那谢望云貌若潘安，非常好看。那是贫穷。非也，谢家是城中出了名的富户。那为何一直未能成？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以后你便知道了。谁啊？大早上的，催命呢！让陈寡妇出来见我。你谁家的孩子？你就是帮我爹要相看的闺女做衣服的老板是吧？谢望云的儿子。我就说这活不能接吧。这谢望云是个正人君子，可他儿子谢少就是个魔童，在汴州城谁见了都要绕道走。长得是挺好看，怎么连给我找后娘这种钱都敢赚？信不信我让人烧了你铺子，再找人把你卖进窑子里？
不信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信。好，那我便让你尝尝小爷我的厉害！你哪里来的黄毛小儿，敢对长辈不尊重，反了天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这人最讨厌晚辈没有规矩，笑我迂腐也好，笑我古板也好，我接受的训诫就是晚辈要有晚辈样，甭管你谁家孩子，德行得端正。你这孩子看着人模狗样，张口却缺乏教养。你这么小的孩子，爹娘不好好教，我今天就替你娘行道，让你知道什么是礼法。夫人，这是谢家的少爷，谢望云的儿子谢少。听说谢望云丧妻之后，这孩子没人管，惯得无法无天，在街上横行霸道，没人敢惹。没人敢惹，我今天就惹。你去守着柴房门，没有我的话，谁也不许开。好嘞，夫人。夫人，这谢少饿了整整一天，谢家竟没一个人寻他。差不多了。你可知错？好，那便是不知错。快拿公桶来，憋死我了！来了！等等，你还想怎样？你手破了，我给你上完药，你再走。好了，你走吧，明儿记得晚点再来。什么？太早起不来。你关了我一整天，就是因为我早上打扰到你睡觉了？我好不容易不用受三跪六拜，离了那地方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学会了睡懒觉。你大清早砸我的门，骂我的铺，扰我的觉，我不揍你揍谁？走吧走吧，回去告状也好，叫人烧我铺子也好，随你。明日记得晚点来。我手是在你这儿弄伤的，你得帮忙换药。昨天晚上刚换的，要再换也得今晚。那我就在这儿待到晚上。你不用上学。我爹说了，学那些东西没用。胡说八道！学识这东西，关键时候最为有用。我凭学识从陈家脱颖而出，流落汴州也靠知书明理安稳立足，素来最厌怠惰不学。从前太子总被我严加督促苦读，他偏爱懿贵妃，不过是贪恋在他身边无需勤学，自在嬉闹。反正我不学。你若要在我这儿待着，就必须看书学字。我爹有的是银子，学字做什么？学不学？不学就走。我学。你别赶我走，我学就是。杏儿，去街上买成套的文房四宝回来，再去书局买四书五经。好嘞，夫人。你神须专注，行有余力，乃可他顾。你一会儿做这个，一会儿做那个，什么时候才能学会？又如何对得起老师的付出？你这样以后如何能成为一个对江山社稷有用的人？太子也是这样，每次挨了骂就摆出这副样子，等着人救。谢少，希望你明白，责备你是希望你进步。倘若你再这样散漫的过下去，以后的日子虽然未必有多难，但必然没法让你母亲感到荣耀。
你的生母从前是城中有名的才女，她不像我有机会逃脱，在宅中困了8年，郁郁病亡。她留下的唯一血脉，自然希望她有出息。你怎么知道我娘的事？店里的裁缝师傅告诉我的。我虽然不能完全猜中你母亲所想，但天下女子如有子嗣，起码希望她能走正道，活得顶天立地，抚养无愧于天地，其后立正立心，方得圆满之道。你问问你自己，从前口出粗鄙之言，行粗鄙之事，若被你母亲看到，她的魂魄真的能安宁吗？陈夫人，我错了，你再重新教我吧。好。谢少，你基础打得差不多了，我建议你回去跟家人说，正儿八经上书院求学去。请问陈夫人在吗？在下谢望云，谢少的父亲，有事求见。爹，你回来了。我便是陈清离，你有何事？请陈夫人受谢某一拜。谢老爷这是什么意思？说起来不怕夫人笑话，我儿谢少之前让我头疼许久，每每见面混不得请家法。近日京中有事，离开数月，再回来，少儿竟然大变样。常人一打听，原来是谢夫人倾力教子。谢某立刻赶来道谢，谢夫人对我儿的谆谆教导。按理说谢家家大业大，不应该把孩子教成这样。在遇到夫人之前，少儿恨我许久。也是，谢少的母亲死在深宅大院，无论是谢少还是他外祖家，心里多少应该有恨。只是谢老爷从前竟然从未管教我，初见谢少，口中之言污秽的让人听不下去，我一怒之下才起了管教的心思。谢家生意遍布各地，我之前确实顾不上。怪不得谢家之前要消看新儿媳妇，是为了管后宅。让夫人说笑了。爹，如果实在要找娘亲，我要陈夫人，你快点跟她提亲啊！你真是我的好大儿，我辛苦受你一场学业，你要把老父亲配给我？陈爷，您看，您孤身一人，我父亲也寡妇一个，您美艳动人，我父亲有鼻子有眼睛。您之前跟我说您不想生孩子，刚好我父亲有了我，以后我当您儿子。您喜欢钱不？我父亲有钱，那库房里白银万两，珠宝首饰无数，只要您肯点头，都送到您这儿。您就做我娘亲吧，除了您，我谁都不喜欢。爹，您说句话呀！再不说话，媳妇跑了。小儿鲁莽，还请夫人莫怪。但在下对夫人确有好感，若夫人不嫌在下粗鄙，是否可以给个机会？本宫堂堂一国皇后，被一个商贩求娶，是什么感受？不过这谢望云相貌生得着实不错。谢老爷，我在。我不想成亲，但不介意有相好，你觉得是否可以？夫人此言着实坦荡，但在下愿意。皇上，臣妾今日要献歌一曲 ，music。穿越千年来到这地方，后宫佳丽全都要靠边站。想当年本宫也是职场女王 ，PPT 做得好 ，KPI 从来不慌。皇上宠我独一份，谁敢跟我对着干？爱妃，今日殿中有藩邦使臣在座，你这般，怕是有些不妥。皇上，您不会像先皇后一样古板吧？臣妾不过是助助兴罢了，在之前生活的地方，我这样的表演再正常不过了。先皇后。再说了，臣妾穿成这样怎么了？这叫时尚。皇上您不懂，
在之前生活的地方，多少大明星在台上穿的比臣妾还少呢？皇上，臣妾有冤要诉，关于懿贵妃的。何事？自先皇后薨逝，皇上命懿贵妃统管六宫，可贵妃娘娘她克扣后宫丽银，臣妾宫里上月连炭火都供不上，好几个宫女冻病了。太医说再晚些，怕是落下病根。臣妾宫里也一样，丽银减了40%。问内务府，说是贵妃娘娘的意思。皇上，臣妾不是要争什么，只是这寒冬腊月的，没有炭火，嫔妃们尚且能忍，可那些年幼的皇子公主怎么受得住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跑到皇上跟前告本宫的状？娘娘，臣妾只是实话实说。本宫看你们是吃饱了撑的。宫里开销大，你们可曾想过国库空虚，少几两银子就跑到皇上跟前哭，要不要脸？娘娘，臣妾等并非贪图银钱，只是这寒冬，你们宫里没有炭火，本宫宫里难道就有？本宫还不是一样挨冻？少在这矫情！皇上，父皇，儿臣有话说。讲。母妃统管六宫，日夜操劳，克扣丽银之事不过是开源节流罢了。若为这一点小事就闹到御前，未免小题大做，也让藩邦使者看了笑话。太子殿下说的极是，表姐一心为皇上分忧，只是有些人不知感恩罢了。再说了，表姐是什么样的人，臣妾最清楚不过，她绝不是那等苛刻之人，还是太子和太子妃明事理，不像有些人成天没事找事儿。以前陈皇后在的时候就爱管东管西，现在轮到本宫掌权，他们还是这副德行。都退下吧，贵妃统管六宫，自有她的道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还是皇上疼臣妾，太子和太子妃也懂事，不像那几个不知好歹的。宴席继续。陛下，我等此番前来，带了本国珍奇异宝，愿两国永结同好。使者有心了。皇上，您看那个吊坠，好漂亮！臣妾在之前生活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水头好的翡翠。那是人家的东西。皇上，您帮臣妾要过来吗？夫人，这吊坠好生别致，本宫瞧着喜欢，不知能否割爱？本宫拿宫中珍宝与你换，如何？贵妃娘娘恕罪，这吊坠是妾身王母遗物，实在不便相让。王母临终前亲手交给妾身，嘱咐妾身贴身佩戴，不可离身。你母亲既然已经过世，这吊坠留着也不过是个念想。本宫是真心喜欢，你给本宫，本宫记你一份人情。娘娘，这实在是……贵妃娘娘若是喜欢，臣那边还有很多成色比这更好的吊坠，随便娘娘挑。本宫就要这个。夫人何必如此小气？我表姐是当朝贵妃，看上的东西那是你的福气。再说了，又不会白要你的，拿宫中珍宝来换，你一个藩邦妇人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夫人不必如此，母妃喜欢你的吊坠，那是你的造化。藩邦小国能有机会孝敬贵妃，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。使者夫人不必惊慌，贵妃顽劣，是朕管教不严，为表歉意，朕以边境3座城池换你这枚吊坠。皇上万万不可！3座城池乃我朝将士浴血奋战所得，怎能因一枚吊坠拱手让人？请皇上三思！你们这些老匹夫，整天就知道嚷嚷。皇上富有4海，3座城池算什么？在之前生活的地方，本宫见过比这大的世面多了去了。你们格局太小，见识太浅，少在这儿碍眼。诸位大人，母妃不过是一时喜爱，父皇既然已经开口，你们这般阻拦，是不给父皇面子，还是不给我泱泱大国的气度？朕意已决，不必在意。
美玉配美人，这玉佩要表姐戴才好看。母妃生的艳丽，戴什么都出彩。又来了又来了，这位谢老爷隔三差五就来，比咱们吃饭还准时。可不是嘛，美其名曰来铺子里坐坐，先培养感情。可你看看他每次带来的东西，上回是金镶玉的钗环，上上回是羊脂玉的吊坠，一个比一个贵重。要我说啊，谢老爷真是把咱夫人当菩萨供起来了，就差没把整个谢家搬过来了。你们俩小丫头懂什么？这叫诚意。男人若连这点心思都不肯花，那心里头就是没这个人。夫人忙着呢。这回上京采买，瞧着这只簪子不错，想着夫人应该喜欢，就带回来。谢老爷出手倒是阔绰，这成色京城瑞珍斋的东西吧，不便宜。夫人好眼力，正是瑞珍斋的，不过价钱嘛，不及夫人喜欢重要。放着吧。对了，这次上京倒是在京城里听到不少新鲜事儿。什么新鲜事儿？听说那位懿贵妃如今统管六宫，不仅克扣后宫妃嫔的利银，逼得人跑到皇上跟前哭，还在宫宴上看上了使者夫人的王母遗物，最后是皇上拿3座城池换的。还有太子妃的母家，借着贵妃的事，在地方上收受贿赂，现在朝堂上弹劾的折子堆成山。太子和皇上为了压下这些事儿，受了不少气。如今宫里宫外一锅乱。你倒是关心朝廷大事。不是关心朝廷大事，是觉得那位先皇后实在可怜。听说先皇后一生极为辛苦，克己复礼，只为皇帝和太子能有个好名声。可她在宫中受了多少委屈，外人看着光鲜，心里指不定多难受。你如何知道她难受？那懿贵妃来路不明，入宫后盛宠不衰，却从未出过大纰漏。夫人您想想，这其中若没有先皇后在背后盘桓，处处周全，我半分不信。是啊，过去懿贵妃闹出的笑话何止一桩，本宫替她收拾烂摊子，反倒成了坏人。没人知道本宫心中有多憋屈。今日谢望云几句话，倒让人莫名舒坦。谢老爷，你倒是会怜香惜玉。夫人明鉴，谢某肺腑之言。既然你如此懂得女人孤苦，那为何谢少他娘还会死在内宅？先前的事，我不便多说，但从今往后，我定然只有夫人一个。不知夫人可否给我一个亲近的机会？走走走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本宫活到现在，只有皇上一人。皇上对床榻之事甚是寡淡，时隔太久。皇上，贵妃娘娘在宫宴上索要藩邦使者王母遗物，此事已经传遍朝野。我泱泱大国，礼仪之邦，竟出此等失仪辱国之事，臣请皇上下旨严惩贵妃。臣附议，贵妃娘娘统管六宫以来，克扣利银，索要藩邦遗物，桩桩件件皆有据可查。若不惩处，后宫法纪何存？我朝颜面何存？皇上，御史台的弹劾奏札已经堆了40余本，臣等并非与贵妃娘娘过不去，实在是此事关乎国体，不可不查呀。诸位大人，贵妃之事，父皇自有考，只是如今最要紧的，恐怕不是贵妃娘娘吧？太子殿下，此言何意？张大人何必明知故问？这几日弹劾贵妃和太子妃母家的折子，可也不少。太子殿下既然提起，臣正好有事要奏。贵妃和太子妃母家李氏在地方上收受贿赂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请皇上、太子殿下过目。又是李氏。父皇，李氏之事，儿臣已经命人去查了。若真有贪墨之举，儿臣绝不姑息。只是
李氏到底是太子妃的母家，若处置过重，只怕太子妃面上不好看。太子殿下，陈家乃百年世家，陈皇后在世时安排的陈氏嫡女才貌双全，可殿下不听，非要与陈家断了这门亲事，迎娶李氏。如今如何？李氏根基浅薄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陈家除了先皇后，还有几位庶女嫁给了边疆藩王和闲散王爷。陈家从不把世家命运压在一个女人身上，这才是世家大族的格局和远见。先皇后薨逝之后，陈家并未纠缠，转头就开始扶持九王爷。九王爷是九王爷，虽是庶出，但为人谦和，礼贤下士，在朝中颇有声望。陈家的门生故旧已经有好几位暗中投了九王爷的门下。陈家这是要另起炉灶了。皇上，太子殿下，如今不止朝堂上议论纷纷，就连民间也在传，有说贵妃娘娘祸国殃民的，有说太子殿下识人不清的，还有说先皇后在时后宫安宁，朝堂清明。如今先皇后一走，什么都乱了。百姓还说了什么？百姓说，皇宫里的笑话比戏台上的还热闹。说书先生已经把宫宴上的事变成了段子，茶楼酒肆，人人都在讲。好，好，好！父皇息怒，此事皆是儿臣识人不清。你识人不清的何止这一桩？朕就不明白了，一个贵妃能把朝堂搅成这样，皇后在的时候也没见出过这些事。算了，提她做什么？母后已经不在了。她若还在，也不过是板着脸训斥几句不合规矩，有失体统，还能怎样？朕听她训了20年，耳朵都起茧子了。父皇说的是。皇上，事已至此，当务之急是如何挽回局面。你们有何建议？皇上，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压住民间议论，百姓不是在看笑话吗？那咱们就做几件让百姓说不出笑话的事了。汴州一带瘟疫严重，朝廷的赈灾银两虽然拨了，但地方上贪墨成风。若皇上和太子能亲自南下赈灾，既能安抚民心，也能挽回朝廷颜面。你怎么看？儿臣愿意追随父皇南下，一来微服私访体察民情，二来也躲躲京城这些烦心事。也好，出去走走，总好过在这儿听他们哭丧。你去准备吧，莫要再出纰漏。儿臣遵命。夫人该起了，都快晌午了。小丫头片子，往哪儿闯？这叫夫人啊！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往日夫人早就起来了，今日莫不是病了？别叫夫人了，今日我们自己看铺子。为什么？让你别去就别去，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不去就不去嘛，凶什么凶？宋叔倒是守住了我的颜面。经理，跟我回谢家吧，我给你一个名分。不用了，谢老爷。说好我们只是床榻关系。陈经理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什么事？你明知道我说什么。哦，那个之前就说好了，只是床榻关系。谢老爷不是点头了吗？我点头是点头了，可我没想到你当真。谢老爷这话说的，我什么时候跟您开过玩笑？谢老爷这是被咱夫人拿捏的死死的。陈爷，我要去上学了。爹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谁惹你了？没人惹我。那你板着脸干什么？跟谁欠你800两银子似的？别管你爹，他抽风呢，过会儿就好了。我抽风？不然呢？一大早就板着个脸，吓唬谁呢？
陈姨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怎么了？可不可以去书院看我？我跟同窗说了，我有个很漂亮的小姨，裁制衣服特别厉害，比京城里那些裁缝铺的手艺都好。他们都不信，都说我吹牛，一个个嚷嚷着要见见你。你跟他们说这些做什么？那当然是要让他们羡慕羡慕啊。李默他爹是开粮铺的，逢人就吹他家米多。王远他娘会绣花，天天在书院门口显摆。我陈姨比他们强100倍，凭什么不能说？你这是拿我去跟人家比？不是比，是让他们知道我也有个很厉害的人。从前在宫里，太子从未这样亲近过我，更不会这样热切地向旁人提起我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。那你去不去？你若不介意，今日我打扮一番去接你可好？谢谢陈姨，我就知道陈姨最好了。好了好了，再晃我这把老骨头就要散架了。那我今日下了学在门口等你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知道了，小话痨。你对他就这么好声好气？他是我学生，我自然对他好。那我呢？你是谢老爷。昨晚你可不是这么叫的。昨晚是昨晚，今日是今日。谢老爷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分不清？哎，陈姨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，我陈姨。哇，你陈姨好年轻，好漂亮啊！少儿在书院没给你们添麻烦吧？没有，谢少现在可厉害了，夫子天天夸他。就是，谢少说都是陈姨教他的。是少儿自己肯用功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们也早些回家，别让家里人担心。这些点心是我亲手做的，给你们。谢谢。放心，不会少了你的。陈姨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？说吧。谢望云，他其实不是我父亲，他是我大伯。当初我生母嫁给我大伯之后，大伯心中无意于他，给了他府中钟馗之权，便四处做生意去了。一年到头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。我生母性格幽静，胆子却大，不知怎的喜欢上了我二叔，两人暗通款曲，有了我。按理说这事儿本就是丑事，恰逢他们去隔壁镇私会，染上了瘟疫，双双死在了外头。老夫人知道后，又生气又伤心，怕事情传出去污了谢家门楣，便逼着我大伯把这些事情忍了下来。所以你大伯，他头上顶着一顶绿帽子，对我又爱又恨又不想管，经年累月之下，就养成了我那个纨绔样子。我以为在宫里活了20年，已经见惯了人间的凉薄，没想到一个13岁孩子心里也藏着这样的事。少儿，你娘要是看到现在的你，肯定很高兴。娘娘，您千万别想不开啊！有什么话好好跟殿下说。您这是做什么？把剪刀放下！我放下还有什么活路？殿下要去查我娘家是不是？那些弹劾的折子，殿下都看了是不是？皇上也要查，满朝文武都要查，你们是要把我李氏满门抄斩是不是？朝堂之事自有法度，若你娘家清白，查一查又何妨？若真有不法之事，也怪不得旁人。什么叫清白？这天下做官的哪个经得起查？殿下这是存心要我的命！住手！
是不是疯了？臣妾是怕殿下这一走就不要臣妾了。什么走不走的？殿下要和皇上去汴州微服私访，此去千里，殿下若是有了什么闪失，臣妾也不活了。若殿下回来了，见李家倒了，也不会再要臣妾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本宫何时说过不要你？殿下不说，可殿下的心，臣妾看得出来。殿下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先皇后，对不对？当初皇后就不同意这门婚事，殿下后悔了，对不对？殿下不说话，就是默认了。臣妾就知道，殿下心里从来没有臣妾，臣妾不过是个替罪羊，是李家塞给殿下的棋子。你闹够了没有？皇上驾到，懿贵妃驾到。大半夜的，闹什么？回父皇，太子妃她。皇上救命啊！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脖子都伤了，快传太医！表姐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皇上，您看看，这好好的孩子，怎么就被逼成这样了？朕还没问你，你倒先问起朕来了。皇上，臣妾知道，您最近听了不少闲话，说臣妾娘家的不是，可那都是外人的挑拨。皇上，李家纵有不是，也不过是收了些孝敬银子。这天底下做官的，哪个不这样？凭什么单拿李家开刀？你说的轻巧，那些银子是百姓的血汗钱，朝廷法度，岂容你一句哪个不这样就接过去了？皇上，儿媳嫁入东宫以来，兢兢业业，从不敢有半分懈怠。如今殿下和皇上要查娘家，儿媳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日子没法过了。皇上要查娘家，太子也不要你了，咱们两个表姐妹还不如一起死了干净。够了！你先下去，让太医看看伤，查不查的自有朝廷法度，不是你一哭二闹三上吊能决定的。皇上，臣妾的娘家不过是犯了点小错，怎么就闹得要抄家灭族的地步了？谁说要抄家灭族了？朕不过是要查一查，若有贪墨，该退的退，该罚的罚，朝廷自有法度。皇上张口闭口就是法度，从前陈皇后在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动不动就是不合规矩，有失体统，臣妾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臣妾就不明白了，臣妾的娘家不过是收了几两银子，怎么就十恶不赦了？这天底下当官的哪个不贪？皇上您心里不清楚吗？贵妃，你过了。臣妾说的是实话，皇上要是喜欢讲规矩的人，那只有陈皇后能给您，可陈皇后已经死了，皇上您再想要也得不到了。朕说了，不要再提皇后。臣妾只是以为规矩，从前他讲规矩，朕嫌他古板无趣。哼，如今没人讲规矩了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倒叫朕头疼。汴州之行，朕意已决，明日就启程。李氏的事，等回来再说。这段时间，你在宫里安分些，不要再闹出什么乱子来。臣妾知道了。儿臣恭送父皇。今日倒是收拾得利索。那可不，待会儿谢老爷要来，咱们可不能给夫人丢脸。他来就来，有什么好准备的？夫人这话说的，谢老爷来铺子，夫人嘴上说不准备，可每日不是换衣裳，就是重新梳头。就你话多。夫人，谢老爷这个人，老朽观察了些日子，是个靠得住的。我知道，老朽活了这么大岁数，看人还是有些眼光的。谢老爷虽说家财万贯，却从不仗势欺人，对下人体仗义，对夫人更是恨不得把心掏出来。宋叔，
您什么时候学会说这些？夫人从前在什么地方，老朽不知道，但老朽看得出夫人从前过得不舒坦。如今在汴州，夫人想开铺子就开铺子，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，想跟谁好就跟谁好。这样的日子，老朽看着都替夫人高兴。宋叔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老朽这把老骨头，要不是夫人收留，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桥洞底下等死呢。夫人好好的，老朽就知足了。刚出炉的糕点，顺路带的。好香啊！谢老爷，您每次来都带好吃的，咱们的嘴都被您养刁了。那正好，养刁了就只能吃谢家的东西。谢老爷倒是会做生意，连带着想把我们的嘴都买下来。不止嘴，整个人都想买。谢老爷今日说话怎么跟抹了蜜似的？不是抹了蜜，是说真心话。对了，昨日听商队的人说，经理好像要来人。什么人？还不清楚，说是朝廷里的人，往汴州方向来了。具体的，要等商队的人回来才知道。朝廷来人是巧合，还是不会的？他们已经知道我死了，不会找到这里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汴州这地方越来越热闹。皇上和太子这一走，少说也得1-2个月。这宫里，本宫说了算。那是自然，表姐如今统管6宫，连那些老太妃们见了您都得行礼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本宫最近在想一件事。表姐请说。这宫里的开销太大了，皇上在的时候动不动就说要节俭，本宫早就憋屈坏了。可不是吗？上回臣妾想换一顶新的头冠，内务府居然说银子不够，要等明年。臣妾可是太子妃，连顶头冠都要等，说出去岂不是笑话？所以本宫想过了，趁着皇上不在，把规矩改一改。怎么改？收税。表姐的意思是，本宫在之前生活的地方听说过一种税，叫人头税，每个人都要交，按人头算。咱们不搞那么复杂，就加一项新税，对，叫给本宫永葆青春的颜值税。反正宫里那些嫔妃一个个穿金戴银的，交点银子算什么？表姐这主意好啊，那些妃子平日里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凭什么不交银子？这还不算完，本宫想着光收宫里这点银子能有多少，得从外面收。从外面收？对，之前我们李家不过是拿了些好处，他们就怨声载道的，这次一定要加大力度，尤其是像汴州这些富庶的地方，以收税名义，交不上的直接把地收了。到底是本宫的表妹脑子转得快。表姐英明，臣妾就知道表姐是有大格局的人。不过表姐，臣妾听说朝堂上那几个御史可一直在留意您呢。上次宫宴的事，他们已经递了好几本奏折，要不是皇上压着，只怕那几个老匹夫，本宫早晚收拾他们。皇上如今不在京城，他们想告状，告给谁听？表姐说的极是，可是我听说汴州一带正在闹瘟疫，那不正好了？生病了只能等死，地也荒废了，本宫帮他们接手，岂不是做了件大善事？表姐英明，臣妾这就去让人拟旨。对了，告诉下面的人，收上来的银子先送到本宫这里，该分给你的，本宫一分不会少。表姐放心，臣妾心里有数。本宫穿越过来，
可不是来受苦的。皇上不在，正好大展拳脚。等银子到手，看谁还敢对本宫说三道四。父皇，这孩子的样子，怕是染了瘟疫。咱们带了不少药材，能不能分一些给他们？哪怕给孩子先吊着命也好。你是太子，儿臣知道。万一染了瘟疫，你让朝堂怎么办？让天下怎么办？可那些人也是百姓，有地方官，有太医署，该管的自然会管。你下去不过多一个染病的人，救不了谁。母后若在，定不会这样说。母后从前常讲，为君者当以百姓之心为先。可儿臣连下车送药的勇气都没有。老爷，前方有驿站，是否落脚休整？歇吧，赶了一天的路，人困马乏。是。哎呦，这位就是京里来的皇老爷吧？一路辛苦，小的已经备好了热水和饭菜，请老爷一步。有劳。小的没见过世面，老爷莫怪。无妨。这附近瘟疫如何？不瞒老爷，不好。周围几个村子病倒了一半，死了少说也有上百人。县里的大夫不够用，药材也缺。官府虽说要管，可到现在也没见着多少东西下来。官府不管，这层层往下拨，到了县里剩不下多少。再说前阵子京里来的人，说是李家的亲戚，要收给贵妃娘娘的什么盐值税，若是交不上，便把地给占了。百姓没了地，这一闹瘟疫，更是雪上加霜。岂有此理！朕刚出宫，这宜贵妃就敢无法无天，越俎代庖，替朕拟旨了。李家做事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大人，外面来了好多人，说是要见京里来的大官。多少人？少说也有100十号，把驿站围了。京里来的大官，出来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想造反吗？我们是要讨公道！还我田地！我儿子病成这样，官府连药都不给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瘟疫横行，李家竟还要收税，收不上就占了我们的地。你们京里来的大官，有没有一个替我们做主的？你们要见朕？你是皇帝，那正好。你看看他们，你的官占了我们的地，你的朝廷不管我们的死活，你这个皇帝当的是什么皇帝？放肆！你们的地被谁占了？装什么糊涂！就是宜贵妃的娘家李家的旁支，说是要给娘娘收盐值税。你们这些达官贵人倒是在宫中赦免无度，我们呢，家里人一个一个病死。父皇，儿臣早说过，李家的事不能拖。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。今天你们不给我们一个说法，我们就跟你们拼了！反正活着也是等死，不如拉着皇帝老爷垫背！
父皇，您受伤了，撤！保护皇上，快撤！管不了了，太子爷，快走！往那边跑了！对，父皇，儿臣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也得跑。你想死在这儿吗？父皇，挟持不住。别管了，快走，他们快追上来了。属下去引开他们。太子爷，快带皇上去那边树洞，躲进去，不要出声。这边人在这边。父皇，您别睡，你看着我，别吵，还没发现。人呢？明明看到往这边跑了，分头找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母后，您当年坠崖也是这样无助吗？也是这样，觉得自己要死了吗？叔父，这几天热的，书院里跟蒸笼似的。夫子要是知道咱们逃课来玩水，回去肯定要挨板子。那就别让夫子知道呗。谢少，你说是不是？怕什么？夫子问起来就说我拉你们去的，有我爹顶着。你爹现在满心满眼都是你陈姨，哪有空管你？谢少，你那个陈姨真的只是你姨？什么意思？嘿嘿，我看你爹天天往人家铺子跑，送的礼一件比一件贵重。我娘说了，这是要娶你陈姨做续弦的意思。我爹的事儿我不管。可是谢少，你上次不是还拉着你陈姨的手说让她当你娘吗？那是我以前不懂事。那你现在懂事了，不想让她当你娘了？想啊，可是陈姨说了，她不想成亲。大人真麻烦。陈姨说不想成亲，可她对爹也没说不理，爹对她殷勤，她也不拒绝。大人的事真复杂。喂，干什么呢？抓贼啊！偷东西，揍他！我不是，我就是拿点吃的。我父亲他快撑不住了。你说你父亲快不行了，怎么回事？我们遇到了歹人，父亲受了重伤，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。他发着高烧，伤口一直在流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真的假的？不会是骗人的吧？是真的，他就在那边林子里一个树洞里，走不动了。我出来找吃的，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父亲！带我们去看看。你们愿意帮我？谢少，你疯了！万一他们是坏人呢？就是，这荒郊野外的，万一有埋伏怎么办？你们看他那样，像坏人吗？坏人能混成这样？谢少说去就去吧，反正咱们人多，不怕。走，把衣服穿好，一起去。父亲，我回来了，我带人来了。我的天，流了这么多血，这还能活吗？烧得这么厉害，伤口感染了。我知道，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敢出去，外面有人要杀我们。我已经2天没合眼了。来，搭把手，把他弄出来，背到我们谢家的救济点去。救济点那得多远啊？远也得背，人命关天。你们要是不想帮忙，就先回去。
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赶紧的。父亲，您坚持住，有人来救我们了，您别睡。谢老爷，您真是活菩萨呀！我们一家从临县逃出来，走了3天3夜，一粒米都没进过嘴。大娘别客气，慢慢喝，小心烫。锅里还有，不够再来盛。小娃娃几岁了？5岁。多吃点儿，吃饱了才有力气长大。你怎么来了？铺子里攒了些布头，做不成成衣，扔了可惜。想着这些逃难的人，衣裳怕是破得不成样子，就拿过来了。每人按尺寸裁一块，能做件换洗的衣裳就行。分发一下。好嘞。来来来，大家排好队，一人一份，不要挤。你铺子开张不久，进项还没稳定，这些布料拿去卖也能换不少银子。谢老爷这话说的，你施粥舍药花的银子比我这几捆布多10倍不止。我还没说你呢。我做这些是因为谢家有余力，可你一个人撑着铺子，每一文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。谢老爷，你这话可就看不起我了。我开铺子的钱够用就好，我又不指望着靠这点银子发财。是我狭隘了。从前我在别处的时候，见多了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那时候想做点什么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如今能帮一把是一把，也算是了了自己一桩心愿。经理，没什么，就是想叫你的名字。大白天的发什么疯？我先回去了，铺子里还有活儿。不用送，你忙你的。晚上来铺子吃饭，少儿说想吃红烧肉。好，我晚点过去。老爷，夫人走了，别看了，锅要糊了。什么夫人？别乱叫。早晚的事儿嘛。父亲，您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你看那几个孩子，背着的好像是个病人，又是逃难的，这瘟疫闹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爹，快救人！少儿。这人是谁？求求您救救我父亲！只要您肯救他，我什么都可以给您。先别磕头，救人要紧，去请老郎中，要快。伤得不轻，伤处已经发炎了。我们已经2天没处理了，没有药，也没有干净的水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他姓黄。黄先生是做什么的？做生意的。我们是来汴州采买的，路上遇到了劫匪，护卫都散了，父亲受了伤，我们才流落到这里。老夫尽力一试，能不能退烧，就看今晚了。
少儿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爹，那2个人，你觉不觉得有点奇怪？哪里奇怪？就是觉得那个年轻的说话不像普通人家出身，他喊他父亲那个语气，不像是寻常人家的儿子对爹说话。不管他们是什么人，既然到了汴州受了伤，咱们就不能见死不救。其他的，等人醒了再说。对了，爹，陈姨说晚上做红烧肉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你先去吧，跟你陈姨说一声，我这边走不开，晚些时候再过去。好。谢老爷怎么还没来？少儿都来了好一会儿了。少儿，我爹说救济点那边走不开，要晚些时候才能来。那就先吃吧，给他留一份在灶上温着，可以吗？吃吧，等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好吃，陈姨做的红烧肉天下第一好吃。少爷，您这嘴跟抹了蜜似的。听说你下午没在书院，陈姨怎么知道的？你们夫子下午来铺子里取衣裳，说你跟3个同窗逃课了。夫子气得吹胡子瞪眼，说要把你逐出书院。我是去救人了。救人？我们在溪边玩水的时候，碰到一个年轻人偷我们的笔，他说他父亲受了重伤，我们就跟着去看。果然有个浑身是血的人躺在树洞里，我把他背到了救济点，爹请了郎中给他治伤。逃课去玩水，还跑去救人，你倒是胆子不小。救人不是好事吗？救人当然是好事，但你逃课去玩水在先，明天去给夫子认个错，把落下的功课补上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那2位客人现在怎么样了？爹，放心，人救过来了。陈姨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救的那个人活过来了。听到了，少儿真了不起。那对父子倒是有意思，我让家丁给他们送了饭菜，那个年轻人饿了2天，愣是等他爹先吃完了才肯动筷子，倒是有几分骨气。明日我带你去看看他们。好，明日去瞧瞧。我也去。吃你的饭，少不了你。父亲，该喝药了。这什么药这么苦？姥姥中说这药里有黄连，清热解毒的。父亲忍一忍，喝了才能好得快。这谢家可真是活菩萨呀！天天施粥，1日2顿，顿顿不落。我听说谢老爷还让人从外地买了一批药材回来，免费发放。可不是吗？我老婆的病就是谢家请的郎中给看的，分文未取。这年头，像谢老爷这样的好人，打着灯笼都难找。你们说这朝廷光拿银子不干事儿，瘟疫闹了这么久，有谁管过咱们的死活？要不是谢家，咱们早死在路上了。都是那个懿贵妃闹的，她的娘家到处收税，圈地，逼得咱们背井离乡。可不是嘛，先皇后多贤惠一个人啊！在位20年，后宫安宁，天下太平。皇上也是个糊涂的，宠那个贵妃宠得没边了。陈皇后在的时候，她不好好珍惜，如今人没了，后悔也晚了。这些刁民，什么？父亲，您伤还没好，别动气。我听说啊，皇上和太子来了汴州，说是微服私访。哼，私访个屁！咱们这些百姓的死活，他们什么时候真的在乎过？哼，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。等他们回了京，该怎样还怎样。父亲，您不能出去。
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再说一遍给朕听听。你谁呀？让老子再说一遍，老子就说。你算老几？朕是皇帝。他说他是皇帝，你穿成这样，皇帝躺在这破棚子里，这怕不是烧糊涂了吧？你要真是皇帝，那这天下的百姓可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。大胆！朕乃九五之尊，你们这些刁民竟敢如此跟朕说话！95之尊，好，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。你当皇帝，宠一个来路不明的贵妃，纵容她娘家收什么盐值税，供贵妃奢靡挥霍，占百姓的地，瘟疫来了不管，灾民逃难也不管，你有什么脸在这跟老子冲大爷？朕日理万机，国事繁重，你们这些刁民懂什么？还敢提国事？要不是先皇后替你撑着，这江山早乱了。先皇后在的时候，天下什么样，现在又是什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们懂什么？朕治国也很辛苦。皇后她不过是……你还有脸说不过是？先皇后替你操持后宫20年，替你管教太子，替你收拾贵妃的烂盆子。你呢？你宠那个祸水，连正眼都不看皇后一眼。既然没了，你倒想起他的好了。晚了，朕是皇帝，你们不能！老子今天就要替先皇后出一口恶气！打得好，我早想奏着昏君了。你治我辛苦，我们就不辛苦。你坐龙椅上吃香喝辣，我们在泥地里刨食，你辛苦什么？住手！都住手！他是皇帝，你们不能打他！把他带走，别让他再留在这里！喂，别在谢老爷的地盘上脏了地方！父亲您怎么样？陈姨，快点，我带你去见那位黄先生。不了了！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父亲呢？父亲他怎么搞成这样？昨儿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情况很严重。皇后，先抬进去。朕是死了吗？不然怎么会看到你？娘！你伤还没好，别乱动，松手，我去给你倒碗水。朕不松，朕一松手你就走了。父皇，您别说话了，歇一歇。皇后，朕知道是你，朕不会认错。你竟然还活着！从前的皇后已经死了，现在在你面前的是陈清离。你胡说！你就是她！你是朕的皇后，朕的！你若还想多活几日，就别折腾了。你不愿意认朕，是因为朕从前对你不好。朕对不起你，你替朕管了20年后宫，替朕教养太子，替朕收拾贵妃惹出的烂摊子。可朕从来不曾对你说过一句好话。你现在说这些，又有什么用？朕知道没用，可朕要是不说，朕怕再也没机会说了。皇后，你跟朕回宫好不好？我不会回去的。为什么？朕知道错了，朕以后一定好好待你。朕再也不宠贵妃了。朕让她给你磕头赔罪。你心里清楚，你要我回去，不是因为舍不得我，是因为你发现没有我，这个天下你撑不住。贵妃克扣利银，索要藩邦遗物，在地方上收税占地，逼得百姓流离失所。
如今瘟疫横行，你微服私访，却被自己的子民打成这副模样，你后悔了。可你后悔的不是对不起我，是你发现没有我替你看着，这江山坐不稳。不是的，这是真的想你。无论你想不想我，我都不会回去。那个在深宫里替你操持一切，替你收拾烂摊子，替你忍气吞声20年的皇后，已经死在乾隆山的山洪里了。母后，你恨我是不是？我不恨你。您骗我，您一定恨我。大婚那日，我当众给您难堪，我说您满口臣服死板的规矩。你以为母后对你严厉是因为不喜欢你？你不明白，我逼你读书，逼你守规矩，是因为你是储君，这个天下迟早要交到你手上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可是太晚了。皇后，朕能见到你最后一面，真好。父皇，父皇，你走了也好，这一生你累，我也累。母后，父皇走了。我知道。母后，您跟我回宫吧，求您了。儿臣对不起您，从小到大，儿臣没有一天让您省心。您让儿臣读书，儿臣偏要玩；您让儿臣远离贵妃，儿臣偏要亲近她。大婚那日，儿臣还当众羞辱您。够了，打自己有什么用？母后，儿臣知道错了，您跟儿臣回宫吧，儿臣什么都听您的。你先起来说话。您不答应，儿臣就不起来。你今年多大了？20岁，该是个大人了。你父皇走了，你就是这天下的主，一国之君，跪在地上哭哭啼啼，像什么样子？你想让我回宫，可以，但我有条件。只要您肯回去，儿臣什么都答应。第一，罢黜太子妃；第二，懿贵妃打入冷宫，永不复出。贵妃她。第三，李氏全族，凡涉贪墨圈地、逼死百姓者，一律处置；其余族人，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入京。怎么做不到？太子妃她虽不懂事，可罪不至。你父皇是怎么死的？你和他又是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？你们微服南下，为何会被人围堵？为何会被百姓认出？为何会被追着打？你心里清楚。是因为贵妃要收税，那些百姓交不起，地就被李家占了。他们认出了父皇，他们要讨公道。所以你明白了，你父皇的死固然有他自己治国无方的缘故，但把你们逼到这步田地的是李家。儿臣明白。你若真明白，就该知道，李家留不得，太子妃留不得，懿贵妃也留不得。你若连这点魄力都没有，这个皇位你坐不稳。母后，儿臣答应你，太子妃罢黜，懿贵妃打入冷宫，李氏全族依法处置。起来吧，你是皇帝了，不要动不动就跪。母后，您去哪儿？我在汴州还有些事要处理，还有些人要告别。好，儿臣等您。陈姨，你回来了。我有话要跟你们说。我不是什么陈家的寡妇，我的真名确实叫陈清离，但我的身份是当朝皇后。
那我救的那个人，那个姓黄的，他是皇上。那个年轻人，是太子。如今皇上死了，他已经是新帝了。皇后娘娘，宋叔，您别跪，在我心里，您还是那个教我才艺的宋师傅，我还是那个跟您学手艺的陈青离。你们都起来。谢老爷，你没有什么想问的吗？你从一开始就是皇后。从我决定离开京城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不再是皇后。那个在深宫里活了20年，替皇上管后宫，替太子操心学业，替贵妃收拾烂摊子的皇后，已经死在乾隆山了。在汴州的这段日子，我就是一个开成衣铺的寻常女子。我叫陈青离。可你现在要回去了。是，我要回去了。陈姨，你说过那个皇后已经死了，你说过你要在汴州好好过日子，你说过你要教我读书，你说过。少儿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过你要看着我考上书院，你说过你要教我写文章，你骗人。少儿，我教过你什么？俯仰无愧于天地，其后立正立心，方得圆满之道，你记得吗？如今贵妃祸乱朝纲，李氏鱼肉百姓，先帝驾崩，新帝年少，天下动荡。在汴州的这段日子，我是陈青离，不是皇后。可现在，天下需要那个皇后回来，不是因为她想当皇后，是因为她还有没做完的事。那，你做完那些事还会回来吗？皇后娘娘，谢老爷还是叫我陈夫人吧，皇后娘娘这个称呼，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不习惯。陈夫人，之前是谢某妄娘。什么意思？您是皇后，是先帝的发妻，是一国之母。谢某不过是个商贾，竟敢妄想娶您，是谢某不知天高地厚。你对我好，我知道。你送我的每一件东西，我都收着。你说过的每句话，我都记得。你从来不是妄娘。有你这句话，恭送太后娘娘，太后千岁千岁千岁。从前在宫里，每天都有人跪我，每天都有人跟我说千岁。可那时候我听不出句话里有一丝真心，今日我听到了。贵妃娘娘，皇后娘娘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谁回来了？你没死！让你失望了。你们捧的是什么？
看呢？那是什么？这是父皇。父皇在汴州驾崩了。不可能，皇上怎么会死？他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他走之前还让我等他回来。是你害死了皇上！你恨他宠我，你恨他不爱你，所以你杀了他。皇上是因伤重不治而驾崩，汴州的百姓认出了他，而百姓为何会打他，你心里清楚。懿贵妃听旨，李家全族凡涉贪墨圈地、逼死百姓者，一律依法严惩；其余族人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进京。太子妃李氏德不配位，罢除封号，贬为庶人，逐出东宫。懿贵妃李氏祸乱朝纲即日起，打入冷宫，永不复出。这不可能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我是穿越女，我是女主角，我来这里是要当皇后的，而你就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。你一辈子被规矩捆着，你活该不被爱，你活该被皇上冷落，你活该被太子嫌弃，因为你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。我在我们那个世界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不用守任何人的规矩，我过得很自由。你说完了吗？你以为你做的事是自由？克扣利银，逼得宫女动物，索要藩邦使者王母遗物，拿3座城池去换1块玉佩，纵容母家收税占地，逼得百姓流离失所，叫自由？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不过是以自由为名的放纵。你以为你活得潇洒，其实你活得自私；你以为你与众不同，其实你不过是仗着皇上的宠爱，肆意妄为罢了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没有！你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皇上的爱，你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太子的心，你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你说的对，我没有得到过皇上的爱，没有得到过太子的心。在深宫20年，我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。可我现在得到，我得到了自由，我得到了尊重，我得到了真心。这些东西不是这座宫墙里的任何一个人给我的，是我自己挣来的。系统，我的系统能出来！你不是说我有女主光环吗？你不是说我一定能当皇后吗？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懿贵妃，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系统，有的只是你自己。你会后悔的，你迟早会发现，你守着的那套规矩一文不值。也许，但至少我不会像你一样，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上。带下去。恭迎太后回宫，太后千岁，千岁。母后，儿臣今日来是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先前的太子妃自尽了，如今父皇丧期已过，儿臣想着该选一位新皇后了。哦，母后从前给儿臣推荐过陈氏一脉的几位嫡女，其中有一位叫陈弦月的，是陈氏这一辈中最出众的，知书达理，品貌最佳。弦月啊，那孩子是不错。那母后的意思是？你喜欢谁就娶谁，母后没意见。母后，您就不想再说点什么吗？说什么？比如叮嘱儿臣几句，或者说说陈弦月的性子喜好，或者……你都多大的人了，娶媳妇儿还要母后教你？儿臣知道了，都退下。母后，儿臣知道，
无论儿臣做多少事，说多少话，您都不会像从前那样关爱儿臣了。儿臣不怪你，是儿臣自己把您的心伤透了。你长大了。母后，您在这宫里快乐吗？母后的心不在宫里，在汴州，是不是？是。那母后回去吧，儿臣知道母后在这宫里一日都不曾真正开怀过，不是儿臣做的不够好，是这座宫墙困住了母后。母后的心在汴州，在谢家那个小子身边，在那个人身边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儿臣知道。儿臣是说，母后，您走吧，离开这里，去汴州，去见您想见的人。儿臣不留你了。你真的长大了。这3年，你做的每一件事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处置了李家，重整了朝纲，安抚了百姓。你没有辜负这座江山。从前我逼你读书，逼你守规矩，是因为我怕你撑不起这个天下。如今，我不怕了。母后，您真的觉得儿臣能做得好吗？你能。儿臣会时常去看您的。好。太后陈氏贤良淑德，为国祈福，夙夜忧劳。朕感其诚，特准太后出宫前修祈福，即日启程。夫人，主儿，宋师傅，快来啊！夫人回来了，夫人回来了。夫人，你回来了。皇后，不，太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这里没有皇后，也没有太后。从前的陈皇后已经罢工了，但陈清离今日开工了。夫人，我们天天盼着您回来。宋师傅说您在宫里肯定过得不好，我们心疼死了。回来就好。陈姨，陈姨，陈姨，我一听说皇上送太后出宫祈福的消息，就猜到您肯定会来汴州，赶紧跑来看看，果然被我猜中了。你倒是机灵。爹，你躲什么躲？赶紧出来啊！爹，您慢慢来，不着急啊。在下对夫人确有好感，若夫人不嫌在下粗鄙，是否可以给个机会？刚好，我缺一个相好。这次不走了吧？不走了。原来这世上最好的事情是在对的时候遇见了对的人，不对，是在错过了一次之后还能再遇见，再相爱。